为了联盟，为了部落。上期我们说到，万神殿在艾泽拉斯大陆上消灭了上古之神，并初步建立了艾泽拉斯世界。艾泽拉斯本身还孕育出了一种名叫始祖龙的生物。始祖龙有两类，一类是具有灵魂元素的龙，一类是具有风、火、土、水元素的龙。始祖龙在星球上四处捕食，当中最厉害的名叫加拉克龙，它力量庞大，还有着异常皎洁的智商。最为凶残的地方在于，它饿起来连自己人都吃，不光吃活的，它还吃死掉的同伴，这使它受到死灵能量的感染，导致它身心被腐化，身体上长出了畸形的肢体和眼睛。而被它咬过的龙会感染成为亡灵龙，由此加拉克龙成为了卡利姆多天空上的一大祸患。泰坦守护者提尔发现了加拉克龙，他告诉自己的守护者同伴应合力应对威胁。可同伴经历了上古之神的战斗后，都没什么斗志再继续干下去了。但是提尔又知道自己一个人肯定干不过亡灵龙大军，提尔只好去找其他帮手。他找到了5只具有智慧的始祖龙阿莱克斯塔萨、奈萨雷奥、马里苟斯、伊瑟拉、诺兹多姆。提尔找到他们，说服5只龙与他们并肩作战。但是加拉克龙实在是太厉害了，根本打不过。提尔被加拉克龙咬掉了一只钢铁之手。而5只龙明白，只有齐心协力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经过了漫长的战斗，总之最后就是打赢啦。其余守护者这时才醒悟，赶到战场才发现战斗已经结束，他们内心感到十分愧疚。提尔并没有责备他们，他说服了守护者授予5条始祖龙泰坦的力量，用来共同守卫艾泽拉斯。其他守护者都同意，唯独奥丁表示不同意。他认可始祖龙的英勇所为，但是并不认为艾泽拉斯的命运应该交由这些血肉生物。风云上古之神的战斗还历历在目，而上古之神也是血肉生物。可是其他守护者根本不听奥丁的命令，继续实行自己的计划。这样一来，除了奥丁之外的守护者分别赐予了5条龙各不相同的泰坦之力，成为了永恒之青铜龙、生命之红龙、梦境之绿龙、知法之蓝龙、大地之黑龙。5条始祖龙获得了守护之力之后，形体也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大家现在所熟知的样子。从此，这5只巨龙名号响彻云霄，它们被称之为守护巨龙，职责是守护着艾泽拉斯上所有的生命。它们的龙蛋也被赐福，龙蛋带给守护巨龙各自族群的后代。而奥丁这边看着其他守护者根本不听他的，于是很生气地回到了阿杜尔的宫殿。他觉得守护巨龙保卫世界最终一定会以失败收场。奥丁一想，你们不听我的，老子自己单干。于是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愿，造出一尊能在艾泽拉斯危险时保护世界的大军。他选择了一种泰坦造物——维库人。维库人天生好斗，具有勇气和力量，是完美的战士。其他守护者返回奥杜尔后，要求奥丁放弃这个愚蠢的计划。他当然不接受其他守护者的建议，对自己的决断深信不疑。奥丁还光明正大地选择了奥杜尔的侧殿作为自己大军的基地，又找来了精通结界法术的巫女海拉。奥丁对待海拉特别好，就像对待干女儿一般。于是海拉花大力气为奥丁打造了一个结界，并将结界升到天空中，名唤作英灵殿。奥丁告诉维库人，你们只管战斗，战死了也没事，灵魂可以晋升到英灵殿，还能得到泰坦造物装备风暴装甲套装，并获得成就瓦拉加尔的勇士。但是这个计划在实际执行上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艾泽拉斯上的生物死亡后都会进入到一个叫做暗影之地的位面，而将亡灵灵魂从暗影之地运到英灵殿是个大难题。奥丁思前想后，只能将其中一部分维库人转化成为灵体，一种瓦格里的幽灵生物。瓦格里会穿梭于暗影之地与现实世界之间，带领合格的维库人进入英灵殿。但成为瓦格里也将意味着背负着永生的诅咒。当然没有人自愿去背负诅咒，奥丁只能试图强行转化，但这一行动遭到了海拉的强烈反对，两人甚至要大打出手。愤怒的奥丁打碎了他曾经视为亲生女儿海拉的躯体，将她的灵魂强行扭曲成第一个瓦格里。海拉的痛苦与愤怒的哀嚎响彻艾泽拉斯的大地，
直抵暗影之地的核心。但从此，艾泽拉斯大陆与阴影之地之间必有了连接。转化后的海拉被迫服从奥丁的命令，将死后的维库人转变成了瓦拉加尔。奥丁终于拥有了自己所期望的大军。而在宇宙这边，萨格拉斯离开万神殿之后，开始一个人琢磨宇宙的命运，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反正这垃圾宇宙上的其他星魂早晚会被虚空灵族腐化，不如让我们来烧掉宇宙上的所有生灵吧。从此，他宏大的征途——燃烧远征正式开始。我们这样来描述比较好：萨总为了完成燃烧远征，需要开一个燃烧军团公司，因此需要招募公司职员。他来到了自己以前创造的放逐位面马顿开招聘会。此处长久以来关押了众多的恶魔，使得马顿本身充斥着巨大的邪能量。萨总为了顺利地将这些恶魔招揽到自己的公司里面来，用自己的力量将马顿撕扯开来。没想到的是，马顿炸了，萨总自己也中招了。邪能的辐射使得之前高贵的泰坦形象不复存在，现在的萨总就是一个无穷恨意的熔炉。邪能不仅让恶魔们变得更加强大，更重要的是，邪能爆炸更是在宇宙中撕开了一条裂口，打通实体宇宙和扭曲虚空。恶魔们纷纷涌入了实体宇宙。萨总将自身源源不断的邪能灌注给恶魔们。他说：“加入我的燃烧军团吧，这里包吃包住，还可以随便杀人哦。”恶魔们一听可以随便开杀，十分愉快地加入了燃烧军团。于是，一支强大的恶魔军团由此诞生，名为燃烧军团。军团们马上开始行动，席卷了一个已经被泰坦建立秩序的星球。星球在军团强大的攻势下，瞬间被燃烧殆尽。阿格拉玛最先发现了燃烧军团的暴行，他对军团展开追击，在军团正准备毁灭另一个世界的时候，及时赶到，亲眼见证了军团的领导者，他的导师，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萨格拉斯。阿格拉玛十分震惊，质问萨格拉斯怎么回事。萨格拉斯说：“只有燃烧才是净化宇宙的唯一手段。”阿格拉玛心想：“你个老家伙，都一大把年纪了，这是哪门子中二演讲？不说废话，打一架你就知道了。”然而，阿格拉玛打不过处在中二时期的萨格拉斯，没办法，阿格拉玛只好发动最后的绝招。两把兵刃交接，迸发出泰坦奥术和邪能力量的激烈碰撞，将彼此的武器都震碎了。重伤的阿格拉玛赶紧回到万神殿报告萨格拉斯的疯狂行为。万神殿的其他成员难以置信，众泰坦决定全军出击，在位于奈伦世界的附近直面萨格拉斯和他的燃烧军团。阿曼苏尔先是对萨格拉斯一顿说教：“我们找到了艾泽拉斯，如果他能够苏醒，我们将拥有能够击溃虚空领主的力量。”萨格拉斯表示：“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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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格拉玛认为萨格拉斯的内心应该还存有泰坦的信念，他放下武器走进萨格拉斯，共同讲述了两人曾经共同对抗恶魔时的峥嵘、羁绊和誓言。此举让萨格拉斯更加愤怒，发出一声愤怒与悲伤的嚎叫。萨格拉斯挥起断剑，将阿格拉玛打倒在地。此举让所有在场的万神殿成员都为之震怒。万神殿向萨格拉斯及其燃烧军团发动了总攻，战斗景象非常的壮烈。星辰退避，天地晦暗，群星凋亡，战火在宇宙中迸裂，现实世界也因此被撕裂出了无数浩瀚的巨大裂隙。5位万神殿泰坦对阵萨格拉斯及其燃烧军团，面对经过邪能洗礼的战神萨格拉斯，万神殿表示根本打不过，只能硬着头皮上。战斗中的万神殿逐渐处于下风，萨格拉斯召唤了一场巨型的邪能风暴，企图直接消灭万神殿，将他们形神俱灭。在这危急关头，泰坦诺甘龙召唤了宇宙中的原生能量，生命的力量覆盖在了众泰坦的灵魂上，将他们送往宇宙远处的黑暗之中。此举是为了保存实力。萨格拉斯此时并没有察觉诺甘龙的行动。泰坦们的实体顷刻间被邪能风暴所摧毁，万神殿之名也不复存在。在萨格拉斯打败了万神殿之后，得知了艾泽拉斯的存在，但又不知道其具体位置。他决心找到艾泽拉斯并将其毁灭，绝不能让虚空领主占得先机。经过这场战斗后，暴露出燃烧军团的一个巨大缺点：恶魔们本身难以控制，而想要指挥恶魔更是一件难事。于是萨总想要招一些高管进公司，他看上了阿古斯星球上一个名叫艾瑞达的种族，他们聪慧、好学、求知欲极强。艾瑞达有3个领导者：力量强大的阿克蒙德、足智多谋的基尔加丹、精神领袖先知维伦。他们3人各施所长，带领艾瑞达人打造出一个科技程度极高的星球。
萨总以这个宇宙中最极致的知识来诱惑3位艾瑞达人的领导者，对他们展现了掌握了知识后的艾瑞达人和平管理未来宇宙井然有序的美好景象。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表示，这实在是太棒了，对此欣喜若狂，深信不疑，愿意为未来美好景象贡献自己的力量。只有维伦对这件事情表示怀疑，他决定使用一个古老遗物阿塔玛水晶。维伦对着水晶，水晶，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呢？水晶为他展示了一片火海和满是毁灭的恐怖景象。维伦立刻去警告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他们对维伦的警告不以为然。维伦担忧族人的命运，此时纳鲁、乌克雷出现，对他们伸出了援手，强势插入的设定。纳鲁由大片的光子残片聚集而成的生物，是这个世界上最初的生物。他们放眼浩瀚的宇宙，所看见的都是无穷无尽的可能。设定结束，而阿塔玛水晶也是纳鲁留下的。乌克雷帮助维伦进行了逃离行动，于是维伦就带着值得信任的族人登上了名叫吉尼达尔的宇宙飞船，永远的逃离了故乡。从此，他们被称为德莱尼，艾瑞达语中流亡者的意思。在维伦一行人逃离后，萨格拉斯就降临了阿古斯，用邪能将星球上所有的艾瑞达的人都转化成了恶魔曼达瑞。转化后的基尔加丹被称之为欺诈者，他善于欺骗宇宙中的其他种族来加入燃烧军团。转化后的阿克蒙德被称之为污染者，他善于鼓励自己的军团，由他指挥恶魔作战。萨总的燃烧军团现在就有了2位管理者，而维伦的出逃被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视为背叛者，需要在宇宙中找到这逃走的一群德莱尼人。实际上，萨格拉斯还看中了阿古斯星球沉睡的星魂，他将阿古斯的星魂禁锢起来，用出生泰坦的生命能源为燃烧军团无限输送的给养。阿克蒙德和基尔加丹的加入还为军团改造了多种强大的恶魔。至此，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燃烧军团将使无数的世界和文明湮灭。本期主要讲述了燃烧军团的诞生和万神殿的湮灭，下期我们会主要来说说原始艾泽拉斯和人类的起源。本视频内容由魔兽世界编连史而来，如有不全面的地方，请见谅并欢迎指正。我们下次再见。最后，有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请关注、收藏、转发一条龙，播放数越多，下期视频就会越快更新。求大家多多转发传播。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我们下次见。